投资领域会吃很多很多的亏。这个是关于今天信息领域的一点状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其他的几个板块。关于美股，然后现在虽然美股处于暴涨，但是，有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比特币如果进入一个主升浪行情的话，我之前多次聊，比特币进入主升浪行情的话，它的 hold 这个关键的标的一定也会进入进场期，但现在 hold 还是没有进入进场期，所以现在的美股，现在的比特币，喂，Hello，然后今天周一，聊一聊这个行情的问题，因为今天是美股第一个交易日，尤其现在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2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战争层面的变动，就是伊朗态度开始出现软化，这个是由多层面的内容互相印证，总体来说就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开始允许部分的所谓的就是允许部分船只进出，那事实上。他有讲，除了美以之外，其他的国家的船只可以自由出入。除了美以之外，但事实上美国是最大产油国啊，然后以色列的整个进口的船只也不走那条路，所以就相当于，没有任何影响，就等于放开了，因为同时也给自己的这个伊朗赢血找一点这个说法，找一点素材，那就基本上就是宣称自己赢了。嗯，那如果有这样的态度，而且伊朗外长也在提出，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地区国家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达成地区的和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怂的前期的信号。虽然不排除后面还会有反复，但是基于这样的信号已经足够了，所以资本市场很快就给出了一个剧烈的反应。从今天，北京时间白天开始，其实美股的盘前就已经开始暴涨了。然后美股盘前暴涨之后，然后比特币今天白天就开始跟随美股的暴涨，开始出现了一波大行情。然后如果说你是内参学员的话，你会看见我们这个整个升档在今天完成了从2档，过去可能有接近一个多季度了，没有出现升档行情的，但现在出现了一次啊，就是从这个1档升到2档，从2档升到3档，而且顺利在3档完成了一个突破。这样的话，我看一下行情啊，今天如果按照这个升档来做的话，就差不多正好利润吃到了从7.1万到整个7.4500、7.4500的一个全部的利润，这个就是开杠杆的话，这是多少倍？开正常的按照杠杆来做是92倍的杠杆的话，应该是翻多少倍？我算一算，那这后面再算吧。这个是按照升档来做。然后如果说那个我们观察一下现在我们场外指数啊。今天白天我给大家更新的这个场外指数是，1304，然后爆破是247，现在的场外指数是没有太大变化但是爆破有变化，260爆破变得更大了一点。嗯，因为现在美股开盘了，然后所以这个整个比特币跟美股之间的锚定会锚的相关性更高一点，这个跟盘前还是有一点区别，但是共同的状态都是随着伊朗态度的软化整个美股和币圈随着这个对标链的这个完成，双方的同步率快速的一起在上涨，同时你可以看到呢，那个石油也开始进入了下跌行情。原油给大家更新一下，原油白天我给大家更新的内容，看一下原油白天更新的内容是1209，场外指数1209，爆破是223。现在我看一下，我刚才这边抓完数据是多少？原油现在原油是1160然后爆破是二百一，也就是说，爆破从220降到了210，然后场外指数也有降低，这个是原油，所以原油从场外来看，基本面出现了一个看空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由这个伊朗的态度软化造成的。那事实上，这个的原油的这个就影响的因素就比较多了那当然就是，伊朗的态度是一方面，但同时，贝森特的这个在近端压制近端买远端，这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有就是最近各国的这个石油储备开始顺利的释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会继续看到原油
整个状态，我们关注一下它的场外指数啊。现在毕竟还是在爆破期，所以不要那么急着，尤其不要去做空啊，千万不要在这样的状态中去做空什么，那就疯了。就是我们如果说你是做多的话，到一定的状态直接平仓就行了，但是千万不要做空。这个是基于原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随着它的软化，黄金也会有影响。黄金当然是继续深化它的退场期。黄金已经退场多少天了？黄金退场11天了，然后爆破，场外指数已经降到了1000以下，已经降到了850，爆破已经进入了负数，负的72，所以，11天前黄金就已经进入了下行通道啊，所以就是黄金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继续下行的状态。白银也是已经进入了退场期的第4天啊，也是爆破为3，也开始接近于负数，所以从贵金属，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能看到了，就是如果说你们很多时候信息的比例感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大家光看国内的公众号呀、国内的自媒体啊，基本上很多的人国内的基本盘呀什么的，都会认为美国完蛋了，或者是伊朗赢了，甚至还会认为伊朗大赢。他们的这个描述里面会说什么萨德的雷达都没了呀，然后什么什么美国基地被干了呀，然后这个那个，然后双方的这个无人机反无人机策略什么成本不对等啊，你们会看到大量这样的信息充斥，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美国又完了，然后伊朗大赢，然后中国跟着伊朗大赢，而且还会看到这个伊朗，要用人民币结算啊，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对中国又是大赢。那事实上，你看到的最后的结果是，资本市场最敏锐的。你看到最后的结果是，你看到我今天更新的场外指数内容，你会看见，今天的上证指数，今天的 A 股开始接近逼近退场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啊。你们也能看到，就是关于机器人跟这个人工智能两个重要的国内的板块，其实已经进入退场期很多天了但是整个国内的大盘还在这个上升期，一直在进场期，但是在今天第一次逼近了退场期，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所以你如果说这个对中国是那么大的利好的话，会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吗？其次就是我们再看到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的其他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黄金持续的开始进入下行，而且退场期不仅进入退场期，而且进入了深度退场期，而且进入了这个底部爆破向下爆破。这个也是战争的风险在资本市场的运作认为在快速降低，然后石油今天也开始进入下行通道，美股又在暴涨。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如果说你的这个信息量的你的整个摄入信息的这个比例感没有因此而得到深一步的调整的话，那只能说就是你的这个信息量的比例感太过于主观需要在客观的事实上去进行一定的修正，否则的话在投资领域会吃很多很多的亏这个是关于今天信息领域的一点状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其他的几个板块关于美股，然后现在虽然美股处于暴涨，但是，有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比特币如果进入一个主升浪行情的话，我之前多次聊，比特币进入主升浪行情的话，它的 hold 这个关键的标的一定也会进入进场期，但现在 hold 还是没有进入进场期，所以现在的美股，现在的比特币今天的涨幅更多不是内生性的更多还是跟着美股的一个跟随性，由于对标链在涨，所以自己也要同步率很高，也会跟着这个同步在走。这个是这个一点，我们可以从后的可以看出来。同时Coin 呢跟Circle，然后这两个它现在也是在退场但是CRCL 现在虽然在进场，但是呃它跟比特币之间的同步率不是那么高，它更多是有自己的行情，这个是基于此。我们看一下今天现在的这个英伟达的涨幅因为英伟达跟特斯拉是美国的两个重镇，那今天都拉了2个点以上英伟达现在涨了2个点，然后特斯拉涨了2个多点这个就是肯定今天可以说是高开了，很高开了除非今天白天又出现了什么幺蛾子。所以对美股来说，今天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的一天，然后也随着消息面、随着资金面都不错，而且是能把这么大的标的给拉上去，其实挺不容易的。嗯，这个是这个，然后而且难得的是苹果止跌了，苹果前几天真是跌的喋喋不休，问题挺大的。然后我也一直说本轮的苹果有点堪忧，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A 股已经进场期69天了，即将进场2个多季度了，这个对 A 股来说这么多年都是很少见的。所以对 A 股来说，虽然逼近退场期了，但是不用那么太大的悲观很多国内的一些个别的优质的板块还可以继续的持有。
但是像国内的人工智能跟国内机器人已经退场了很多天了，退场一个季度、一个月了，所以这个就肯定是不适合再去关注啊，个别其他的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再聊一下今天我所更新的一部分内容。今天我更新了一个期权的内容，期权调参，牛叉的策略的话，今天是一个初步的丰收期啊。你可以看到我什么时候开始更新牛叉的，那个时候可能这个价格还很低，从那个价格涨到现在，那牛叉已经进入了一个初步的丰收期，但是呃，仍然不是大丰收啊。真正的大丰收是进入主升浪行情，同时这个整个这个牛叉是要有滚仓的，滚上去才能拿到这个大收益啊，否则的话，肯定是收益也有限。最好的方式还是按照滚仓以及按照升档的行情去做滚仓啊，这样才是最好的、最佳的应对主升浪行情的状态。那基于此，但是我前面因为聊到了比特币这一轮是一个劣质的进场期啊，前面都属于劣质进场期啊，这几天它的这个场外指数改善了很多，慢慢在往优质靠拢，我们后面再说。但是现在之前是属于劣质进场期，劣质进场期的特点就是它很难走出一个优质夏普比率的一个主升浪行情，它的向下插针太多了啊。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几天的插针就是很多，在这样插针行情下比较多的情况下，就适合用期权来做，尤其是用这个牛叉去做，或者是那后面我会有一些专门的期权的策略应对这样的状态，我后面可能会更新一些长文啊，到时候大家看那些长文就行了。嗯，这个是关于我们的期权。现在如果说你期权做了牛叉的话，现在已经可以把第一波的那个牛叉给平仓了，然后可以开一个新的，因为要滚仓的话，然后新的怎么开的话，可以等这一轮调整。呃，如果你是内参学员的话，可以看，如果说逼近我们的一档线，在一档线附近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在一档线附近重新开一个牛叉。OK，这个是这个，然后潜力区，今天白天我更新的时候，潜力区今天没有新的潜力区，我刚才好像抓了几个新的潜力区，我看一看，嗯，仍然是没大有，因为现在的流动性有点被比特币吸取，我看一下个别的啊，我看一下这个怎么样，现在潜力区可能只有一个币种适合稍微做一下，就是这个 BAT，现在它的这个谢林兜底区谢林兜底区在0.51。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话，可以在0.51左右建立你的这个兜底对冲，或者是按照那个你开杠杆的话，开多少倍可以看一下啊。现在按照画幅法来定的话，就是53除以8，6，8，48，6倍。也就是说你现在按照谢林兜底区去做这个潜力区的话，你的这个 beat 的杠杆不能超过六倍，6倍左右是最适合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想要做的话，可以现在去做一下这个，观察一下 beat 吧，其他的也不需要做什么。但是因为现在主要的流动性在被比特币在吸收，所以这个流动性都比较差啊，潜力区。但是，一旦它在一个高的位置站稳了，那接下来就是开始，潜力区开始爆发了啊，肯定会出现大量的各种翻倍币啊，那个时候就百花齐放了，大家那个时候去关注一下吧，那个时候就是潜力区就是大金矿。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谢零点，看一下谢零点，看一下哈，比特币现在的谢零点是处于多少来着？我看一下，比特币现在日内的谢零点在比特币现在谢零点在73200，我们看一下在2570，2270，以太在2270，你再看一下 BNB，BNB 在676。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Solana，Solana 在93，嗯嗯，心灵点的意义在于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吸引力，使得行情在往这个吸引力的方向去走。那所以你会看见它一旦如果要达到这个心理点，在这个心理点附近，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动量的博弈，在这个博弈最后出现一个位置之后，会顺这个动量更快速的走，这是它的意义所在。之前有一个跟着我的老朋友，然后那个
在星球也是待了很多年，他总结出一套规律，因为他这个按照这个吸引力来做，他总结出的规律是，因为它吸引力很够，所以这个一天之内啊，我们默认为行情会2次以上穿过吸引力点的位置，这是他的总结，我并不认同啊，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总结很有意思，我最后事实回测了一下，确实啊，很多层面是符合的，但是我觉得呢，呃。这个并不作为这个给大家的一个真正可以参考的地方，但是算是他一家之言嘛。但是我觉得他从统计上能看出这一点，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发现吧。啊，这个，因为它毕竟是，如果说你对期权的那个最大痛点是有概念的话，那可能你对这个限定点的理解会更到位一点。OK，这个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涨幅特别大的个，涨幅特别大的也没什么可看的，吸引力都吸走了。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上一轮的那个上次更新的那个潜力区 COS，然后从兜底趋势在第2轮开始出发，0.00175出发，涨到0.00237。我应该会在比特币一旦在主升浪行情之后，然后在一个高位维持住，然后自己的潜力区开始进入了，分别开始进入爆破跟随的行情，在这段状态中。我应该会之前像去年我做了好几次那个直接现场给大家做那个潜力区包括我会做很多止盈对冲，包括做很多现场教大家怎样去对冲。如果说出现那样的状态的话，我可能会在晚上的时候我提前会发推，我会跟大家讲，我会做哪个，有可能，但也有可能就是行情忽然开始爆发，然后我可能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美东时间了，那个时候就，呃，可能会在大家3、4点的时候会直接开一个 space。那如果是那种状态的话，我就录音了啊，录音了，然后到时候你们可以顺着我录音的那个时间轴，我到时候录音呢，我会直接把那个时间换算到北京时间，我会在每一个大的时间的整点。我会直接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几点几点几点，然后到时候你们顺着那个时间轴去找 K 线，你们白天听录音的时候，顺着那个时间轴去找 K 线，然后把那个 K 线打开它的相应的这个时间周期，照那个时间周期去找。然后我当时是怎么做的，我的心路历程，以及我当时为什么这样去操作，你可以对着录音，对着当时的 K 线，你自己去复一遍盘，这个对大家的影响会非常的巨大，这个对大家提升会非常的巨大。那个的录音会非常的价值连城，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提前做个预告啊。现在还没有到那种潜力区万币齐发的状态，但到了那个时段的时候，我一旦出现这样的更新，你们务必要把那个录音好好的听一听，然后顺着 K 线去听，把那个我当时为什么这样去做，以及当时我的这个心态，我会尽量用一些语言去表达，然后为了让你们能够跟我在心态上同步，然后你们顺着 K 线去听我的录音。那个的提升，那个的改变会非常的巨大，会，所以那个到时候大家要留意一下，这个我就提前做个预告，嗯，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聊一下流动性啊，比特币、以太坊、索拉纳流动性现在都是在逼近20亿以上了，那经常看我这个星球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常年这个就处于1亿、2亿刀以下的内容啊，基本上我们。甚至我这边老朋友们可能自己都能把这个流动性给它找过去啊，因为大家的这个实力已经到了，但是现在你看，一旦进入这种主升浪行情的前期，20亿刀以上，那基本上就是开始大玩家入场，大的机构入场啊，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场外指数的这个统计学的规律就会爆发它的威力，原因就是在于资金量越大，它越会符合场外影响场内这种溢出的概率。所以当出现这种流动性特别丰富的时候，我们场外指数的权重会更大，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然后基于其他的一些币种呢，就是 HAP 呀，然后 Trump 呀，Pump 呀，这些然后我们聊一下 Pump，PUMP，我们看一下 PUMP 啊，上次聊了 HAP，我们再聊一下 Pump 也算是。本轮走出了一个，包括基本面上以及使用人数上，我觉得算是基本面可以的。然后现在开始进入第2轮爆破，然后场外指数是1430，爆破是233。顺利爆破了，顺利爆破了，而且也是在进场期的第5天，进场期的第5天。
如果第二个有潜力的，应该说就是在本轮里面，其他所有的币种中第二有潜力的，除了 HAP 之外呢，可能 Pump 应该也会走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上一轮的大的涨幅中有一个关键的币种没有走出来，是出乎我意料的，就是它的基本面本来应该能达到，事实上它是上一轮唯一的概念上有点亮点的，就是 TIA。但事实上它真的没有走出来，所以这个它的陨落，TIA 的陨落，在我看来意味着整个比特币和山寨币一个时代的改变吧，因为意味着这个概念叙事和基本面叙事以及公链的叙事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了，这个叙事没有办法吸引资金包括他自己的资金都不愿意去托盘，所以以后下一轮的话，肯定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去诞生这样的状态了。所以它的这个基础架构各方面技术力是有的，但是它的技术完全没有办法托起来它整个的市值，没有走出任何的亮点包括 LDO 我多次讲过，如果你按照那个 DeFi 的锁仓的基本面来算，按照 TVL 来算的话，LDO 应该是最优秀的、最好的一个币种，但事实上它也走得很差。所以 LDO 跟 TIA 两个币种，象征了我在当年10年前刚在币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 Bitcoin Talk 疯狂刷那个白皮书，去直接照着基本面，照着这个经济学模型，直接就进场，那样的一种在币圈的投资模式，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币圈的模式一定是深入的资金跟运营的投入，接下来币圈的项目运营会占有一个非常大的比例。因为它的整个的基本面基本上已经基础的一个工程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的网络运营和它真实的这个大家在里面的活跃度，和里面资金的活跃性会成为一个新的占主力的比例的，我们需要更大的调整它的比例感，它占的这个比例要远远超过以前的比例。如果以前它能占个40%的话，现在我们应该把它提高到60%到70%，剩下的30%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短期的资金面表现呀，其他的层面。这个是综合到我们对一个币种接下来的判断。嗯，然后我们再聊聊，最后回归到比特币吧。回归到比特币，比特币的场外在优化，然后场外在优化，然后场外指数在跃升，这是一个好的概念，好的状态啊。然后爆破，而且爆破到了250以上了。嗯，然后按照这个升档理论去做的话，今天的止盈的位置是大约在下午2点左右下午2点左右，后面的那个阶段，事实上就属于垃圾时间。后面的时间，哪怕后面你看，从今天4点45分之后的这一波涨幅，一直涨到了74481，但这一波涨幅，在我们的升档理论里面是摒弃的，是不做的，是不要的。你可以看到那个。我这2天是有发这个推的，专门写了一篇文字，就是关于我们不要在一个标的里面反复的去做它所有的涨幅，妄图把所有的涨幅都吃到，不要这样去做。如果你妄图就是只做一个品种，然后把它所有的涨幅都做，事实上你相当于你每天都在换不同的工具，再去做不同的事情，你很难形成知识、认知和经验上的复利，很难形成。同时，你的结构有很大的问题，必定这个结构会做的千疮百孔。相反，我们要用同一种结构去套用在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币种里面，这个才是符合我们状态的，符合我们真正要求的一种状态，就是所谓的我们构建一种能留下利润的结构。只要你的行情撞到了我的结构里面，你就必须把利润留下，就只有这一种可能，没有其他可能。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做的，相当于我们在守株待兔。我们在守株待兔这个比喻还不太准，应该说就在一个河流里面，我们拦了一张网，拦了一张网，我们不寄希望于把整个河用这个网全拦下来，那疯了，那整个上游下来的所有的垃圾、树叶、树干，还有塑料制品，全部都被你这个网都兜起来了，那你这里面你想把鱼挑出来都很难。相反，我们就直接在这个水流量最湍急然后鱼最大的那个干流，我们直接放一个网兜放在那儿，天天放在那儿，鱼撞进来我们就把鱼拿走，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而不去寄希望于把整个河流上下游，还有整个的河流的所有的方向全部都拦上网，那样这整个河都没法动了。这样也根本你也赚不到什么钱，事实上也既没有办法形成认知上的复利，而且这个结构也是有问题的，必然中间的大部分你是始终是占有你的，
就是你始终没有办法把握你行情的和操作的主动权。一旦主动权不在你手里面，那什么都是虚的啊。中间庄家任何时候可以走，你这个时候只有留下你的这个亏损在这个里所以就是基于我们升档理论而言，在这个今天在3点之后的行情，我们都是不看的，哪怕它有涨幅，哪怕它涨得还不错，但是在我们的升档理论我们都不做，都不看。我们升档理论做的这个整个的内容就是从今天的凌晨3点钟，从71500一直到74400，这一波是符合我们理论的。直接照着这个做，你整个中间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是非常符合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按照结构去把利润留下的这一套理论啊，然后而且信号非常的完整，信号非常的明晰，而且你中间不会有任何的亏损啊，就是整个的状态就是把利润留下就足够了，而且你开的杠杆又足够的高啊，整个的利润率也足够的高，所以这一些才是符合我们该去做的内容啊，这基于此啊聊一聊。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整个的基本面吧，就是伊朗。我们想一想，伊朗接下来可能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那说白了，可能就是，伊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内没有一个真正的可靠的话事人，就是革命卫队一直跟这个驻美国的这个外长一直，他们两方面的话术必定有大量的不协调，而且他们之间的信息通讯都很成问题。信息通讯，因为这个伊朗外长在美国驻美，他的信息必定是要被高频度的监听的。不管你这个伊朗用什么样的手段，我相信以美国的技术实力、以色列的技术实力，他们中间的任何的信息传递，传递到伊朗外长在美国发生，都必然一定会被监听。所以伊朗外长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很有可能是没有跟这个国内的这个真正掌握军权的实权派之间有充分的权力上和未来方向的沟通，他直接按照自己的方式直接就说了。所以就是他的态度软化，虽然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美股的涨跌和美国原油的涨跌，但是由于他更多时候有可能是基于随机应变的个人的意见，所以使得他的意见很有可能会跟伊朗国内的意见产生分歧。这个就是要看接下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的有大量的这个船真的就是无损的出去，我们才能真的让这一段利好落地。很有可能就是他在美国他的态度表达了所谓的和平意愿，但结果这边霍尔木兹海峡又一颗火箭弹飞过去了，又凿沉了2艘。那这样的话，他的话等于是作废了，然后两边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就是各管各的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但是如果说两边的意见能够真正的能够协调一致，而且他们有可靠的信息的密道，有可能中国给他提供或者俄罗斯给他提供可靠的消息密道，他可以真的跟国内有效的沟通的话，那样的话，伊朗外长的说话就会有分量啊，那样的话就真的可以让这段利好落地所以这个可以后面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新闻呀什么的去关注一下就好了。那今晚就这样我们就简单聊一聊然后这个也都每天都有录音。你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再听。那今天就这样，有问题你们就随时留言吧。